男人脱掉底裤，美女们相视一笑，让他躺到手术台上，熟练的绑好手脚，接着注入蓝色药水。男人顿感疼痛难忍，开始拼命的挣扎。随着心率飙升，皮肤慢慢融化，很快便只剩一副骨架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男人身上的器官逐步消失，成为了史上第一个透明人。面对这伟大的科研成果，每个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他们迅速将安迪送回房间，并用热成像仪器随时观察，防止发生意外情况。大美正值夜班，看着无聊的监控，她慢慢的睡了过去。可安迪却因为自己的改变，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内心逐渐躁动起来。利用自己透明的便利，偷偷溜到大美身边。他看着那珠圆玉润的饱满，不经意间有了邪恶的想法。他赶忙去查看监控，可安迪早就躺了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大美说出此事，尽管她笃定是安迪做的，可其他人都认为是无稽之谈。不一会儿，黑妹上厕所时，马桶突然冲水，黑妹立刻带好热成像观察四周，结果却空无一人。安迪的隐形搞得人心惶惶。为了基地女性的安全，大家决定注射剂量，让她变回普通人类。随着注射的开始，安迪的身体器官开始慢慢显形。突然，他感觉无法呼吸，情绪变得异常暴躁。同事想要把他压住，可安迪现在力大无比，轻松地将同事甩飞。他踉跄地走了几步，便倒在地上没了呼吸。经过一番抢救，醒过来的安迪再次变回了透明人，这也意味着解药失败。为了不让安迪难过，大家一起给他做了泥膜。安迪想到每天生活在监视下，心态逐渐发生转变。他不顾同事的阻拦，径直走向电梯，在骗过保安后，独自驾车离开基地。Hey, look at that! Mommy! Look! 安迪刚回家，就看到美女邻居独自在家。想到自己现在拥有的能力，邪恶的思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放大。Who's gonna know? 女人听到门铃声，走到门口，通过猫眼向外看，可并没有看到人，随即转身离开。可这时门铃声再次响起，她直接就把门打开，看着空旷的走廊，女人特意观察了一阵。此刻的她并不知道，坏人已经溜进房间。就在她为镜子的移动感到疑惑时，安迪绕到了她身后。与此同时，苏珊打开安迪的家门，看到地上散落的泥膜，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好。他立刻召集同事到基地会合，商讨如何处理安迪。可他这时却自己回来了，让大家不必惊慌。他只是回家拿了自己的衣服，但同事们已经不再信任他，警告他在特殊时期注意言行。So that's it, huh? I'm officially a fucking lab rat. 然而这天夜里，苏珊正在睡觉，被子却突然被人掀开，紧接着扣子也被解开。他急忙摸向自己的衣服，好在只是一场梦。另外一边，安迪也没闲着，他将偷来的录像带连接监控，一直重复播放他睡觉的视频，成功骗过监视人员。安迪马上跑到自己前女友家里，看到了他和欧文的幸福时刻，气愤地将玻璃打碎。欧文立刻起身查看，却没看到人。苏珊马上反应过来，立刻给基地打去电话，让值班的卷毛确认安迪行踪。可监控里显示一切正常，他们这才放下心。安迪愤怒地回到实验室，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步。I'm not good enough for her. I'm not good enough. I'll show her how good I am. I'll show them both. Quiet! 他走到笼子前面，看着一直在吵他的小狗，看四下无人，一把将小狗抓在手里。大美照例给动物们送早餐，发现了这件事后，愤怒地质问安迪，尽管他百般抵赖，还是没能洗脱嫌疑。聪明的苏珊查看监控，发现了安迪的秘密，大家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赶紧商量着对策。苏珊连夜向领导汇报，请求立刻处决安迪，可他将几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领导想给其他下属打电话，发现自己家的信号被切断，于是他愤怒地来到室外抽烟，烟雾中却突然出现了一张人脸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安迪就将他推进泳池，死死地把他按在水里，直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，他才匆匆离开。苏珊听到领导死亡的消息后，立刻明白基地有危险，想要乘坐电梯通知守卫时，发现有人修改了权限，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自行离开基地。于是他们立刻装备武器抓捕安迪。黑妹刚带好热成像仪，就撞见了安迪，接着被他活活勒死。几人发现黑妹不见，立刻赶回房间，打开柜子后，发现了被杀死的黑妹。气氛瞬间变得紧张无比，他们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惶恐，配备好武器，利用高科技定位，马上对安迪进行包抄。可面对已经发狂的安迪，几人很快就败下阵来，就连苏珊和欧文都被他关进冷库。关键时刻，苏珊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成功打开了冷库大门。安迪精心打扮一番后，来到实验室调制炸弹，打算将整个基地炸死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乘坐电梯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苏珊急忙跑来，迅速点燃手里的储气罐。
安迪瞬间被火包围，苏珊不断对着他喷火，他只能将泥膜扯下，慌张地向远处逃离。看到小安再次隐身，苏珊将洒水器破坏，利用水流确定他的位置，却被安迪从背后偷袭，一巴掌扇在地上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欧文及时赶到，精准出击打晕了安迪，两人迅速翻过电梯，顺着梯子向上攀爬。此时炸弹也进入了倒计时。电梯受到爆炸波及，快速坠落，两人连忙向下爬行。电梯突然停下，欧文长舒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下方突然伸出一只手，抓住了苏珊。原来是安迪追了上来，勒紧苏珊的脖子，把她拉下攀梯。两人重重地摔在平台上，他紧紧抱住苏珊，始终不愿放开。而他借机抓住缆绳，打开了衔接电梯的开关。随着电梯下坠，安迪也掉进了火海。苏珊拼命向上攀爬，和欧文拥吻在一起，直到平安地走出实验室，才知道幸存者只有他们。